他一边把银钱放出，一面用了4个孔武有力的白象人向借钱的人收高利。对方要是付不出，这班人就会动武打人，打到半死半活，在租界上是没有办法加以管制的。利息也没有法定标准，所以他的本钱越滚越大，大抵借出100元，每天要收4元利息，因此欠上1个月，以利滚利的方式就要还220多元。这种生意从前是印度人做的，方法是借100元要写1000元字据，你能如期付利息，便可相安无事；要是到期不付，印度人就凭借据1000元来控诉你，借钱的人总是输的。黄宇斋认为上法庭麻烦，所以改用拳头政策，谁都怕打，借款的人都按期乖乖的连本带利还给他。黄氏在慈安里不过做了3、4年，已经赚到盘满钵满。黄宇斋有一个外号叫做沙胚，他对有钱的人一味满面笑容，大拍马屁，对穷人则会立刻露出狰狞面目。他没有钱的时候倒也和蔼可亲，但是一有钱，全部放在面孔上。我因为和他是邻居，3天5天总碰得到，后来见他出出入入，眼高于顶，他家的门口居然挂起了汇中银号的招牌，出门总有几个保镖。他坐在大汽车中，含了一根大雪茄，摆足架子，完全是富翁的模样。货币一贬值之后，放高利的生意反而变成蚀本生意，于是他就收买地皮，买房屋，囤货。他在伪政府方面并无一官半职，但他天天宴客，拼命联络伪政府方面的人，目的是想向中央储备银行借钱。钱借得越多，囤货也越多，因此他的财产日长夜大地多起来。他又钻头密缝地拿到一张银行执照，于是就把汇中银号迁出慈安里，居然开起汇中银行来了，派头更大，简直比一般中小银行气势还盛。他为了增强自己的恶势力，还在76号特务机构中当了一名经济特务，身上竟然配上2支手枪，气焰之盛，不可一世。我常常到他家去出诊，自从他参加了76号之后，看病就不付诊金，猜测他的意思，好像他已成为伪政府有头脸的人物，请我出诊，还算给我面子。到了年尾也不送一点礼物，嘴边常说：“陈先生，曾经有人要转你的念头，都靠我一句闲话。”我也只得孤望听之。不久，他又在麦根路、今淮安路、吉延苏州河、向东之西苏州路、泰兴路、康定东路、石门2路至新闸路段自建一幢住宅。从前汉奸们造的住宅都布置得红红绿绿，像舞台上的布景一般，唯有黄宇斋忽然附庸风雅，专收古董字画。大厅上挂了4幅翁同龢的字，铁画银钩，神完气足，这一点倒令我羡慕不已。可惜他家附近是一家安乐殡仪馆，一天到晚只听到和尚道士的吹打和丧家的哭声，他也不以为意。黄宇斋有一个大笑话，他开浴室的时候，有一个经常替他剃头的理发师，后来转入安乐殡仪馆，专替死人理发修面。因为习惯关系，黄宇斋想剃头时，就打电话叫专替死人剃头的那位理发师来替他剃头。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，认为是极大的笑话。胜利之后，黄宇斋又摇身一变，变成地下工作人员，专捉汉奸。因为他一向混在汉奸群中，对这些人很熟，
所以他就乘机出卖朋友，先后捉到不少人。他自以为立下了大功，面孔上的表现更加说不出话不出。他的脑筋敏感得很，看若干同伴都没有好结果，所以一溜就到了香港。但是到了香港，他的一套完全行不通，所以不久又回到上海，最后被起借到他的故乡绍兴。经审判之后，处以极刑，他的头被砍下，挂在闹市示众。这也是他聪明太过的结果，而且还应了他沙胚这个绰号。最后一年，畸形繁荣守本分的公教人员，在抗战的最后一年，简直穷乡僻路，几乎连3餐都解决不了。但是事情也有相反的一面，新式的菜馆如雨后春笋般开出来，价格打破惯例，不但菜式新颖，所用的餐具和点缀也都别出心裁，如在龙虾头上装上彩色小电灯泡，作为龙虾的眼睛，看上去十分豪华。这些酒家的招牌中，多数有一个华字，大家就称之为华字头酒家。事实上，这种点缀装潢所费还不是出在客人头上。至于每席酒菜的价格，跟着币值狂涨，有的竟高到数十万、数百万元，吃的人仍然纷至沓来，似乎毫不在乎。象称最豪华、最富丽，开在4马路上的杏花楼反而落伍了。当时狂吃的人都是囤货致富的商人和伪朝新贵之类。外滩和南京路交叉口的沙逊大厦，当时远东最豪华的酒店华茂饭店就设在大厦内。关于消费事业我毕竟不大清楚，但是可以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关于我们行医这一行，中医门诊依着纸币的贬值，高到每1号门诊要收3万5万，而病人的数量也剧增起来。当内科医生的人，门诊每天上百号并不稀奇，小儿科医生也要看到近100号。最奇怪的是由南市迁到租界的伤科医生石小山，由兄弟子侄3、4人应诊，每天竟要看到300号。外科医生顾小岩也是由南市搬来的，往年他的门诊每天不超过20号，但是在这个时期竟也多到每天300多号，由父子3人料理。